好了，你可以把衣服脱了。继续。不必了，你先前验的都对，推测的也对，我尾椎骨处确实有处淤伤，不过你不必看了，验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不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检验单上一半还不够填呢。要是验成这样，我肯定考不好。你是考题，验不验你说了不算。你要是不乐意脱，我就帮你脱。他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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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时说过我是考题？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我说过吗？没有。你明明就说了呀。我只说你能够开始考试了。廷义。下官在，王爷有什么吩咐？下官失礼，请王爷恕罪。王爷，你就是那个安郡王小金鱼？放肆！不得胡言乱语，还不向安郡王行礼谢罪？你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吗？你这是干什么？我以前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但我见过刺史大人。那年前州刺史大人上我们镇上的时候，我们县令老爷专门教过我们的，只要见到刺史大人就得下跪磕头。给刺史大人磕是磕一个，您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我就多磕了几个，多磕几个够不够啊？王爷，前面的考试都已结束了。你仔细看看，这上面是否填写有误？都是我自己填的，没错。你是黔州关岭县平乐镇人。出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中世代忠良。是。一派胡言！你分明出自仵作世家，家中祖父尚在，你父亲没有兄弟，但你有一位兄长，你兄长还有一条狗。你怎么连我哥有狗都知道啊？你身上的衣服偏大，还是半新的，用针线修改过，却没有裁剪，说明你是借来穿的。衣摆袖口有新旧相叠的狗爪抓痕，以你的年龄推算，不该是你父亲，那最有可能便是你兄长的。这都能被看出来？衣服上有皂角苍竹的味道，既然有用皂角苍竹洗衣的习惯，说明这件衣服的原主人也是名仵作。这安郡王好厉害！仵作向来是家传的行当，以你刚才验尸考试时的表现来看，你对仵作行里一些偏门手艺颇为精通。这些偏门手艺与大唐律有所冲犯，必不是近年来所创。你能掌握这些手艺，说明你的祖上至少在太宗朝之前就是仵作了。全都说对了。面如冠玉，明察秋毫，掌管刑狱。你就是玉面判官？玉面判官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呀。六扇门的老大。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九大神捕俯首听令，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六扇门老大。江湖人称玉面判官，身边还跟着一位武艺精湛的神捕追魂刀。我不曾听说过这号人物，也没有什么江湖名号，你认错人了。可是你简直跟玉面判官一样厉害。闲话少说，既然我说的都对，那你便是承认自己在这应考单上撒了谎，虚报了出身。我都是如实写的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仵作，都在衙门当差，这不就是官宦世家吗？而且我家人都识字，我家里还有好多书，书香门第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我家都是好人，从没有干过坏事，这不算是世代忠良吗？姑且算是吧。你放在验尸时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还有一件事，
需要你再解释一二。你方才检验那位被锐器刺死的死者时说，凶手认识死者，死者也认识凶手。你可是想说，这凶手与死者是相熟之人？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如何知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能比划比划吗？可以。以死者的伤口推断，死者被害时应该是正面对着凶手的，就像这样。你想干什么？我就是比划比划。武将，手下唐突，我替他向你赔不是。不要紧，不要紧的。我也唐突。就算死者是这么遇害的，这跟与凶手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啊？死者如果不认识凶手，那死者被害时的反应应该跟他是一样的，只要有一点挣扎躲闪，伤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整齐。这笔也就7寸长，可那凶器起码有3尺长，他能做反应的时间比刚才多了。就算凶手再厉害，这样正面遇刺，他也来得及抓一下凶器。可那么长时间他却没有做任何反应，说明凶手是他绝对想不到会害他的人，到死他都不愿意相信。你对死人的想法倒是清楚得很。那当然了，死人跟活人可不一样，他们临死前想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在他们身上摆着呢，比活人的心思好懂多了。那你从这死者身上还能看出什么？还有一点，不过我没见过死者被害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瞎说。我可以让你去看看，你可愿替我办这趟差事？愿意，当然愿意。王爷，你真的不知道六扇门吧？六扇门可厉害了，里面还有女捕头呢。我还以为天底下只有六扇门才收女人当差呢。你确定他没撒谎？我怎么听他满嘴话？我在王爷身边就是靠识人辨谎的本事混饭。你就算是信不过我的人，还信不过我江山的本事吗？听说他是你从大街上捡回来的。是。什么叫大街上捡回来的？我是看中他跟王爷的缘分，对吧？看着吗？你说真的？小的叩见王爷。什么人？起来。小的是福生客栈的伙计。那个丫头片子，她一个仵作跑到我们那儿住店就够晦气了，她居然还跑了不付房钱，她还留了个破石头，说什么要去参加3法司考试。这石坠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楚楚到底是什么人？这就是想骗人赖房钱。不是，我没想赖房钱，我一早醒来发现钱袋不见了，又急着去考试，就先把这坠子压在客栈了。我在桌子上写了字条，还按了手印呢。我一挣到钱就会回客栈付房钱，把坠子赎回来的。赎这么块破石头，你糊弄谁呢？这不是块破石头，我看你分明就想赖账。我没有。他欠了你多少钱？王爷明察，算上食宿再加上灯油蜡烛钱，共是37文。小的句句属实。廷医。谢谢。王爷，还有呢，他一个仵作。嘿，你还得寸进尺了你！哎呦，这位官爷，官什么爷？少卿。少卿大人，您想啊，这要是换作是您愿意睡仵作睡过的床，用仵作用过的碗筷吗？我愿意。啊，武将，你随他回去，告诉他们掌柜的，楚姑娘住的那间客房，本王长期包下来了，房中一应陈设，任何人不得擅动。本王得空便去小住几日。是，我倒要看看，什么排场的客栈，连个伙计欺客都欺到我3法司门前了。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小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钱小的不要了，小的告退。回来，坠子，还有他留的字条。走，官爷饶命，官爷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了。谢谢安郡王，我掏的钱。也谢谢景大人。等我挣钱了，我一定还给你。免了免了。王爷，那个坠子，你可以把它还给我了吗？既然这坠子对你这么重要，日后要仔细收好，莫要再随意交与旁人了。嗯，我知道了。恒郎，你失踪至今可还活着？你可知我仍在等你？师傅，您真是英明睿智啊！皇上一向赞赏萧锦瑜的铁面无私，您是怎么料定了今天他能向着我说话？哼，韩基身为吏部尚书，平日里不得不听萧锦瑜调遣，心里怎能舒坦得了？知道他用朝廷官员的尸体来考仵作，必然参上他一本。他萧锦瑜平时里得罪的人，必然也乐得出来帮腔。莫说是思过，今天就是将这50板子发挥到他萧锦瑜身上，也是不无可能的。都说这萧锦瑜是足智多谋，依我看呐，还是师傅您技高一筹。哼，别说是一个萧锦瑜啊，那就是他爹萧恒在世。哼，哎呦，我这张嘴，师傅息怒。圣上今日提起了这事，萧恒跑了，给我追！这萧恒要是没死，那死的可就是咱们了。是，多动点脑子，少动点嘴，不然你小命不保。是。见过秦公公。哦，周将军，借一步说话。你寻个由头，亲自到三法寺去探探。是。明察秋毫，惩恶扬善，怎么看都像。你还在验我吗？啊？对了，这是活血化瘀的药膏，我爷爷自己做的，可好用了，你快涂上吧。多谢，不必了。我知道你们都嫌仵作晦气，可是这瓶是新的，我没有用过，不脏的。啊？怎么，这就反悔了？没有没有。你不嫌我碰过的东西不干净吗？我不是也被你碰过吗？当归、赤芍活血，川芎、蒲黄去瘀，乳香止痛，桃仁散结。对症。这个你都知道？略知一二。那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你压在客栈的那块石坠，是何人所造？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能跟别人说的。你是不能说，还是不愿说？来看一个看啊！湖边儿，让出过去！让出过去，湖边儿，湖边儿！停车！景一，下去买张饼来。不用不用，我不饿，不用买。我饿。萧锦瑜往严府去了。是，除了景逸之外，他还带走了一名参加考试的女仵作。女仵作？还有女人去考仵作？我打听了一下，这名女子进京的时候，曾私下和景逸有过接触，也是报景逸的名号才得以参加考试的。哼，女人当仵作，拿女人做文章，倒像是景家的路数。一个景逸还不够，还要再塞进去一个仵作。哼，
景致还真瞧得起萧锦瑜呀。景逸虽然精明，但毕竟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公子，碰到死人的事儿，也难免会发怵。景致想在萧景瑜身边安插一个女仵作，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属下虽没探出个究竟，但却发现另外一桩古怪。什么事儿啊？今日我见到萧景瑜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个石头坠子，他一看到我就立刻把坠子藏了起来。萧景瑜看那坠子的眼神，我能感觉出来，他很在乎那个坠子。听那女仵作说，那坠子是他的。石头坠子？什么样的石头坠子？扁平的，上面刻着花纹，像是一劈两半的其中一半，下面缀着青色流苏。呀，公公，您知道这东西啊？你当真看清了？我肯定看清了，那青色流苏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家的东西，属下就多看了几眼，印象是十分深刻。这西平公主与萧恒的定情之物，怎会在一个女仵作手里？您放心，我必将她好好带回来。难道萧恒他得派人去西平公主那儿探探？据当日第一位发现死者的人说，他赶到这里的时候，死者就是死在这里。那发现死者的人没有动过这里的任何东西吗？他自称是没有。不是王爷，什么叫自称没有？就是没有。是景大人发现死者的。是。景大人，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叫声。当晚严明在前院设宴，为了炫耀他那个狼牙墨宝，谁知道他去取墨宝却迟迟不归。之后书房就突然传来严明的惨叫声，紧接着又传来一个舞姬的惨叫声，我就来了。舞姬刚一推门，便看到屋内惨状，惊吓地跌坐在门口。惊魂未定之时，景逸就赶来了，所以景逸便是第一个进门查看死者情况的。那名舞姬和景大人都没有看到凶手吗？别说是凶手了，当晚连个疑凶都没查到。你看这儿，大片血迹，凶手身上指定是沾到血了吧？但是案子一发，我就立刻丰富搜查，严府上上下下一人不多，一人不少，但愣是连一个身上沾血的人都没找到。你说邪不邪门？此处血迹连贯，这匣子应该是死者自己拿出来，打开放于此处。死者被害的时候，墨宝应该已经不在匣子里了。难道是严明自己拿出来让凶手欣赏的？那墨宝现在在哪儿呢？既然这墨宝是严明自己拿给凶手看的，现在墨宝不知所踪，那就是凶手见利忘义，杀了严明，抢墨宝就跑了。凶手倒未必是稀罕着墨宝。你怎么知道凶手会把这个藏在这儿啊？藏木于林，人就视而不见了。既然这凶手不是奔着墨宝来的，那他脏就脏了，何必藏它呢？他若不费这功夫，你还会在当日的证词上推测他是为了夺墨宝而杀人灭口的飞天大盗吗？听说严明死后，那墨宝不翼而飞了，不知安郡王查到什么没有？倒未曾听他说起过。严明因墨宝遭此横祸，现下说这话多少有些不妥。可那卷墨宝遗失，实在可惜了。学生愚见，严明遇害，倒未必是因为那墨宝。不为墨宝，还能为什么？若只为偷取墨宝，凶手大可不必伤人性命啊。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案发的地方已经让你看过了，你还从死者身上看出什么了？现在可以说了吧？我想试一试。你想怎么试？你能不能帮我当一下凶手？怎么当？你觉得凶手是怎么杀人的，你就怎么杀给我看；我觉得死者是怎么被杀的，我就怎么死给你看。好。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凶器，3尺长，麦秆粗，不对吗？杀人了！救命啊！你这是在做什么？我在当死者啊！我想把墨宝拿出来请你欣赏，可是你手里却拿着凶器，我当然要喊救命了。你说的对，是我没想凶手所想。我们再来。请看，
对，